装的人模人样，没想到竟然为了钱去当小三儿，还把人家正牌女朋友往死里逼。安迪好，安迪好。现在连你车都找到了，下面还不知道干些什么呢，得赶紧解决才行。我已经拍下照片了，准备报警。为了一张纸条报警，谁会受理啊？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？还有，你跟起点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有怎么回事啊，就吃过几顿饭，能得罪谁呢？现在网上只发了你的照片，而且在里面上蹿下跳那几个马甲都是要把舆论往你身上引的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起点有主啊？这个之前我问过，他说他没有女朋友。那为什么就揪着你不放呢？要么就是有人要整起点，连着把你一起捎带上了。哎，你要不要给起点打个电话问问他呀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线索？他现在人在国外，联络起来也不是那么方便。我跟他已经好几天没联系了。能了，看来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发了点帖，然后驳斥那个楼主说的话，关关跟小蚯蚓也都一直在顶帖，但是看来效果不大。安迪，这几天你真的要小心啊！网友最恨小三儿了，搞不好啊还能跑你公司拉横幅抗议呢。谢谢你啊，樊小妹。没想到我们这么爱多管闲事儿啊！安迪，别客气，这么大个上海，我们能住邻居，这就是缘分。你帮过我，也帮过小蚯蚓，虽然他不明白，但是我知道你是为了他好。还有关关，你简直就是他的偶像。作为朋友，我不可能看别人欺负你。摩吉安娜咖啡，喝了这杯，还有3杯。唉，樊胜美的热心仿佛一颗火种，让安迪温暖之余，重又燃起期待。起点此刻是否已经听说了这个帖子？已经知道了这场莫须有的风波，他会像22楼的邻居一样担心安迪，为安迪争辩，还是依旧跟之前一样音讯全无，避之唯恐不及。Hello， 老谭，那个叫魏伟的，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人？你看了帖子了？这人呢？他在国外出差。你放心，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，我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。安迪，现在不是你在意不在意的问题，而是你的人身安全问题。我听说今天下午下班的时候，有人在你的车上放了纸条。对，不过是恶作剧而已。我已经照相存证，如果对方再有进一步的举动，我会申请法律介入。照片给我。老谭，现在马上发到我邮箱。还有，明天一早我让大楼的保安查视频。在搞清楚是谁动的手脚之前，你要格外小心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张总你好，明天一早召开董事会，我打算在明天的会上正式提出收购红星的计划，由安迪主持。不要让安迪参与会议了，你来汇报。什么？不让他参会？为什么？董事会觉得安迪现在不适合参加任何会议。
哦，知道。通知一下老爷，让他帮我查一下这个叫薇薇的人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啊，董事会有人发话了，好像要停止安迪的职务。哦，是吗？哦，哎，你可别小看这帖子，影响很大的。真的？现在都在议论，说这个空降 CFO 有问题。哇，安迪好。安迪好。安迪。安迪好。小王，安迪早。安迪早。早。安迪，这是你昨天要的资料。OK， 谢谢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说今天早上向董事会汇报吗？我正准备开车过去。改成下午了，由我主持。是因为那件事情吗？国内就是这样，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。收购红星的事儿，到现在董事会还没通过，有人担心你这时候出现会影响整个事情的推进。OK， 不过你放心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件事情，绝不让你受委屈。叫一声我来了，这女的够可以的，被人扒成这样还敢来上班？你以为呢？不是一般人。看看，全套的香奈儿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女的穿的还挺有气质的。我也弄一套。姐，那一套10几万呢，就你那点工资。还有，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，你们就这样说话，好像不太客观。不就是花男人钱的小三儿吗？他这个为了钱什么不要脸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这国外人别起哄，楼主这样说，是不是让人觉得你动机不纯啊？孩子都有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夸张？怪不得之前那么嚣张呢，逼人家前女友让位啊！切，别瞎说，他不是什么小三儿。你没看昨天那帖子吗？还有今天的，那是污蔑，知道吗？别瞎说，真是。小凡同学，你太天真了。哎，这么多女人，怎么单单污蔑她呀？哎，你来看，这扒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这你们就接着扒吧。来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没效果，我们公司现在也开始有人在议论这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的人也都听说了，而且他们话都特别难听。我都跟他们说安迪是我邻居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们还嫌我幼稚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！啊，来了。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现在都别再发了，没用，白解释，你知道吗？这样，今天啊，咱们抓紧时间下班，尽量早点回家，好好商量一下对策。再这么下去，高冷姐非要被他们喷成筛子不行。好的，正好我公司这边结束的也早，我今天就早点回去。要不，咱们把这事儿跟曲筱绡说一下，她对付这种事儿最有办法。小关，喂，曲筱绡，我找你有事儿。No，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一律过了今晚再说。今晚我有事儿，大事儿。可是安迪姐在网上被人诬赖成小三儿，网上现在都传遍了。什么？有人敢搞安迪？怎么回事啊？安姐，谁干的？都是你！赶紧的。郑兄。喂。来，姚兵啊，来呀，香香。哎呀，姚兵啊，
刚22楼有个小姑娘跟我说，有人污蔑安迪当小三儿，怎么回事啊4个4啊！嗨，这都不知道，网上都传开了。传谁呀？谭宗明吗？没有的事儿，他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蹲着，当的哪门子小三儿啊？不是谭，是个做外贸的，从那个五金出口做到原材料进口，觉得挺有能力，很能算计，但是至今也未婚。这事儿吧，纯粹就是那个无事生非女人在兴风作浪。哎，我算是给你通报了啊，你跟你邻居说一声吧。哎，别卖关子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女的是谁啊？为什么这么对待我邻居？你不请我吃饭，我能告诉你吗？这事儿网上都传遍了，这女的还挺厉害，专门挑这种八卦网站挑这事儿。那七大姑八大姨啊，一听是小三儿的事儿，当然都一边倒了，最后闹得把你邻居都人肉出来了。What？ 这么无中生有的事儿都有人信？我去，人一生孩子，智商就退化成原始人了。网址给我，赶紧的。行，等一会儿。我的靠！居然敢这么欺负我兄弟！还是帮我这么多忙的兄弟，你当我学校要死的呀？怎么办？找医生？曲潇潇，人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是义气。想想安迪怎么帮你的呀？你可不能见色忘友哦。一起吃饭，一起泡吧。要不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来找你。选我！我跟你说，我很厉害的，赶紧选我！我太有能力了，知道吗？赶紧的，来！行，来了呀！打扮这么漂亮，见谁去啊？起开！管啥呢？说吧，什么情况啊？谁搞我邻居啊？阿关南，记得吧？也跟你一个中学出来的，他爸做五金技术生意的。就是那个开着甲壳虫还非得跟着大伙儿混，一边装着花钱如流水摆阔气，一边又常常逃账赖账的那个。就是他。他爸不是做五金技术口生意的吗？现在纯外贸很难做，所以生意做得挺艰难。说重点，他怎么就盯上我邻居了？就是没钱惹的祸啊！那魏魏生意做这么好，这阿关南想追人家，他爸生意不是做得挺艰难的吗？他就想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结果人家根本看不上你，所以用这么一手段，非说你邻居是他情敌，所以就拿我邻居开刀。这发誓还有道理了啊！于豪姐，欺负到你恩人的头上了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呀？老办法，我找人揍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这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我去，你疯了吧？是你吗？当然是我了，咱们不能像以前那样，现在都是依法办事儿。石强，查着了，黑客干的，要不然也不可能把你邻居查那么清楚。那你赶紧报警呀！怎么报警啊？这报警是需要证据的，我们又没证据，证明这就是阿关南找人干的，我们也不能盲目报警。这么说，这件事情处理起来还挺麻烦的。这样吧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以找到证据。现在的状况是，网上一边倒的指责安迪姐，根本没有人关心什么真相不真相的。就是啊，他们连安迪姐是谁都不知道，凭什么这么说呀？事情到这个地步，早就已经失控了。
大家先入为主，认为安迪就是一个贪慕虚荣的拜金女，这种印象很难扭转的。眼下最好的办法啊，就是搞明白到底是谁在针对安迪。如果不把这个人揪出来，这事情很难解决的。其实，这事儿跟你们也没关系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。您不必这么帮我的。怎么就不必了？啊，又是纸条又是抗议书的，再这么闹下去，事情只会越来越失控。你是没看到，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说要到你公司去找你麻烦，有人说你长得像花颠儿，还有人说你同时勾搭好几个富豪，脚踏好几条船。再这么闹下去啊，估计得编出你能杀人放火，知道吗？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我朋友打过电话了，让他们把这个发帖人的 IP 地址查出来。在这之前，我、关关还有小蚯蚓会轮流接送你。你听到了吗？行了，已经到公司了，不用这样。不行，我答应过樊姐，必须亲眼看见你进公司才能走。而且我提前半小时去公司，送完你再打车去，时间完全来得及。行吧，那就送到电梯口吧。我到了，你快去上班吧，一会儿迟到了。我看你进去我就走。好，好吧，拜。Morning， 嗨 ，Morning。又是邻居啊？啊，最小的那个，一本正经的很。樊小妹担心我今天上班会被网友闹，所以让她来护送我上班。一定要看我进来才走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这些邻居真不错。哎，那个姑娘，特能折腾那个，出这么大事儿，她没闹出点什么动静来。小许啊，她忙着谈恋爱呢，可能都不知道这事儿。欢迎光临。是不是真的？谁说的？真的。我就说，我那办法肯定管用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还给他车上贴纸条了呢。想起来就好笑，太丢人了。我觉得，就算魏魏曾经对他有点意思，经过这回，哼，肯定也不会再搭理他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魏魏怎么可能对他有意思？你看他那张冰块脸，真是。对对对，魏魏怎么可能对他有意思？别生气啊。其实我们俩说的都没错。这叫阿关男啊！花几十万去韩国做整容，还不如以前呢。就这模样也敢跟安迪争，手段还这么下流，这不是逼我替天行道吗？不过潇潇，这种事儿我们怎么管呢？要是他抵死不认，或者重新换个 ID 闹腾，那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别人没办法，我有办法呀。他不是爱装有钱人吗？一心想跟我们混吗？那我就给他这个机会。孔孔，进来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下一次碰到她这种女人，咱们还得用这种办法。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她哪来的自信啊？曲潇潇，这儿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就那别说话。怎么这么晚，就等你了。那走吧。哎，你认识啊？走啊！哎呦，抓到我手了！我同学啊，同学。曲潇潇，你谁啊？我阿关南啊。阿关？什么？你高中同学阿关南，你不记得啦？哦，阿关呐，想起来了。那
那真的是好久好久没见了，都变样了，都快认不出你了呢。这不是女大18变吗？你在这干嘛呢？哦，我跟俩朋友一块儿吃顿饭。那回见啊。哎，那个，一起来吗？好啊，一起。把你朋友都叫上吧。行，我叫上啊。哎，宝宝，小倩，过来吃饭了。你们好，我是潇潇的同学。你今天这衣服穿的，咱们喝杯酒吧。怎么了？来碰一杯吧。你今儿衣服颜色太难看了。咱俩喝一个。来，乐死我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我这靴子限量版，好多人都买不到。您随意啊，不要客气。哎，好，行。你说你这干嘛？对呀，我怎么了？干嘛那么殷切啊？哎呀，美国那个大农村啊，待的实在是没劲，还是回国好玩。晚上我们去哪儿玩呀？喝酒去吧。哎呀天哪，可别去酒吧了吧？你怎么？你还不愿意去酒吧了？我不喝了，改邪归正了。怎样啊？哎，潇潇，网上那个女高管的事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是那个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还当别人小三儿的，叫什么安迪，一个中国人还起了个洋名，还那么远跑回中国来偷别人的男朋友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这还能为什么呀？肯定是为了钱呗。这种女的呀，我见多了，就该收拾。也不知道是谁出的手，真想给她点赞。就是啊，真给力，简直就是巾帼英雄。好歹是个正牌女友啊！哎，正牌女友要这样，搁小三小四身上，正牌女友早就绝种了。你去说，你说。哎，你快其实吧，我们知道是谁。真的？谁呀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呀，阿关。对啊。别逗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又不是没跟他在一块玩过，就他那胆子呀，跟兔子似的，让他干这种事儿，不可能。就是看你们缩手缩脚的，不被别人涮就不错了。你说什么呢？真的是我干的。就是，我们都可以作证，真的是他干的。这个安迪啊，回来就勾搭我男朋友，我当然不能让他好看了。他不是名校毕业挺厉害吗？不是每天瞧不起人，把别人差事的团团转吗？我就是想让他知道，缠着别人男朋友是什么下场。看不出来嘛，阿关，这么多年没见，长能耐啦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把事闹大的呀？我注册了一个账号上网发帖，然后雇了几百个水军帮忙回帖，一人爆一点料，把他推到前台来。又找了一批人专门转发，网上那群屌丝啊，最是仇富。遇到他这种人，哪有不往上冲的？一人一口唾，足够淹死他。我说呢，才几天时间，微博、微信全传开了。现在网上一边倒的声讨他，假的也成真的了。就算他自己出来亲自解释，照样没人信。哎呀，好，说的实在是太好了，真是厉害啊！有你的呀，杀人不见血呀，必须的。对付她这种女人啊，就得用这种办法。姚斌，视频录好了没有？发给他看看。录好了，来。我们都可以给他作证，真的是他干的。这个安迪啊，回来就勾搭我男朋友，我当然不能让他好看了。怎么样啊？这么精彩的视频，交给警察就是证据。就是必须的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还有我们录的这个视频，要是告你诽谤啊，一告一个准儿。你们整我耍我呢？对，整的就是你的不对。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安迪，有时间吗？
我要见你聊一件事儿。我现在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公司的事情先往后推一下，我刚从国外赶回来，有些不利于你的事情，我要跟你沟通一下。你是指网上的事？是的，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，我马上着手处理。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摸不清头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在意，你不用道歉。这样，我去你家找你，对不起，是非得已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利用大家的同情心和好奇心，我对不起大家，尤其是对不起安迪女士和魏先生。不管大家要打要骂，我都没有任何的怨言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了，这个账号以后归我了。来了，把密码改了。好，帮我盯着啊！以后凡是上来骂我的，一律认罪，接受唾骂，骂得越狠越好。至于你嘛，你要是再敢生出什么幺蛾子，我就把你的视频交给警察，让你尝尝坐牢的滋味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这还有人承认错误了，道歉了呢？这群主出来道歉？对呀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楼主道歉了！我去，神转折，比电视剧还电视剧呢！樊姐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这家伙神经了吧？说的还挺诚恳。哎，百官，你看了那个帖子了吗？现在那楼主又出来道歉了，你看到了吗？说这为什么呀？肯定是这个楼主瞎编的呗，他编不下去就自己出来澄清了。反正挺奇怪的。就是啊，你看他骂自己那些话，比别人骂的还狠，简直就是精神分裂，吃饱了闲得慌。不管怎样，安妮姐没事就是好消息。你逼他道歉了？对呀。你是不知道，处理网上这种事情最麻烦了，往往是旧铁山不进，热铁转又生。要处理造谣贴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发帖者自己出来辟谣认错。我知道你没有空搭理这些事儿，就出面帮你解决啦。那个惹事的女人呐，光道歉就道了10多次，现在还在包间里端茶倒水求原谅呢。谢谢你啊，小曲。不过人家已经道歉了，厚道一点。厚道？这种人啊，就是欺软怕硬，不整他则已，要整他就得让他印象深刻，斩草除根，懂不懂啊？不过你说的也对，这个问题你比我在行，听你的。说真的，这件事情真是给我带来不少麻烦，幸亏有你。算了吧，也就是谭总不出面，否则哪轮得上我来讨还公道啊？不过这次我为了你放了赵医生鸽子，损失惨重哦，这情你可不能忘啊！你放心吧，以后只要是你的事，我能帮一定帮。我好像看到绯闻男主角了。啊？你真认识他呀？回来之前认识的，但不是网上说那种关系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。哎，喂喂！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谢谢你特意跑一趟。解决了。删帖，那还会有新的再出来，而且反而会更加弄假成真了。也不是，只是个小朋友做点手脚。你带手机了吗？
你上网看看就明白了。你的朋友还真是……其实我还挺感谢这个绯闻的，否则我都没有理由来看你。那天我的表现很糟糕。你知道是谁发的这个帖子吗？知道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阻止他。对不起，给你造成伤害了。你吃饭了吗？要不我们一起去吃饭吧？咱们也不能老在车库里站着呀。咱们眼下是网络红人了，万一有人过来拍照片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我的一个邻居为了担心我的安全，坚持要接送我，还有2个邻居正在赶回来的路上，准备下午的网络酣战为我证明。另一个邻居刚刚给我解决了一个大事儿，所以我不能丢下这些好朋友不管。这个拒绝不够力，你看我都被你拒绝的遍体鳞伤了，还死皮赖脸的，不是来找你吗？要不咱们换一个拒绝的方法？樊小妹，不用担心了，事情都解决了。放开！为什么？嫌我不高？嫌我智商不够？嫌我不帅？嫌我人品不佳？嫌我人不好玩？没有。既然什么都不嫌，为什么要推开我？给我一个理由。与你无关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既然是你的问题，为什么要推开我？这对我不公平。你也没有问题，明明很简单的事情，如果有问题，也是你想的太多了。我靠！不是大叔，你行不行啊？我车里边我都快被你愁死了我。那嘴是用来说话的吗？那是用来亲嘴的。你，这，你要亲就亲，就别说那些没用的了。您实在不行，拿钱砸。美女，跟这种怪叔叔千万别客气。大叔，我也劝您一句啊，痛快点。大叔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Andy，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吗？你不喜欢别人触碰你。一开始我觉得你太过高冷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因为害怕。作为孤儿长大，你害怕自己不能融入大家，你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有朋友，有家人，甚至有能力去爱别人。你为别人所爱，相信我，你没有问题。所以，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跟你解释，好吗？哎，今天怪得漂亮，不愧是我喜欢的人。别，千万别喜欢我，本姑娘可是另有新欢了。现在我就去翻牌子去。不喜欢我喜不喜欢钱呀？什么钱？
有一个空调项目最近公开招标，现在离最后规定的日期还有2天。这负责人呢是我一朋友，你要是觉得行，咱们就立马杀过去。多大的项目啊？利润空间怎么样啊？你姚爷给你介绍的活儿什么时候小过？标肯定是在1000万以上。明天呢，你要是觉得行，就跟我一早走。到那儿之后呢，先把预审资格文本拿了，到那儿见见我那朋友，他是专门负责修建大型场馆的。你要是能把这项目拿下来，以后合作机会多的是，一准亏不了你。走吧。是小曲想的法子，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逼得人家不得不道歉。难怪，这小曲还真行。哎呀，看来这流氓还得流氓治啊。好了，这件事情总算是平安度过了。你帮我跟小秋和小关说一声，让他们不用担心了。还有，谢谢你们。谢什么呀？我也没帮到你什么忙。咱们都是姐妹，别老是跟我这么客气。再谢谢，我生气了啊。好，以后我不会跟你们客气的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怎么了？我有点气馁。刚才那个拥抱，我费尽心机引开你的注意力，都没来得及感受靠近的滋味，你倒好，一点后遗症都没有，好像我们不是在拥抱，而是一次一丝不苟的科学实践。所以呢？所以你的适应太良好，都让我质疑自己的魅力。每次我见到你，恨不能把全身心都交给你，而你却只关注自己的内心，全然不顾我的感受。你真的很好，真的。是我自己病态，身不由己。Sorry， 我不是在埋怨你。这些天，我一直在想我们。假如没有网络上那件事儿，我想，我一定还会回来找你的。我要跟你谈一谈。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，我也不保证自己能够很理智的跟你谈话。给我1晚上时间，相信我，0点，我准时送你回家。你打算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喝酒。聊天，只能对不起那2个孩子的谆谆教诲了。大叔的嘴只会聊天，我相信你心里是有我的，所以给你我一个机会，敞开了，谈清楚。安迪忐忑地看着起点的脸，他仿佛有一种魔力，能猜到自己在想些什么，又能奇迹般地安抚自己，令自己信服。然而，他忍不住在心中问自己：这些事情真的能谈吗？尤其是安迪的心事，他的恐惧，安迪敢说出来吗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是该拒绝呢？拒绝呢？还是拒绝呢？驳回，不管你在想什么。不等听完我的话之后，再做决定。明天就走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也得去啊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像这种项目，说是公开招标，其实只是走走过场，能不能中标早都内定了。
拼的都是台下的功夫。我明天得赶紧去跟客户套词去，不混成兄弟姐妹，好事哪轮得到我呢？潇潇，你说你回国这么久，真长大了不少。你爸说你变了，我还不相信，真变了。哎呀，看着你这么认真呐，妈都不敢认你了。妈，关键时候不要抒情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赶紧给我找2盒海参，明天我给客户送过去。行，海参。 7床病人有水肿迹象，要多加注意。还有11床病人，每个1小时量1次体温，一旦体温有波动，立刻通知我。好，吃饭去。你们先去吧，我要先看一下明天手术的患者情况，一会儿过来找你们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赵医生查完了。嗯。 招人的事儿别停下来啊！具体要求我已经发到你邮箱里了，你先筛一遍，其余的等我回来面谈。还有，西安项目那边要是有什么回馈的话，你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好。唉，我真的是我爸的亲生女儿，花痴诚可贵，mang领价更高。 可是我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的赵医生呢？放着赵医生这样的极品不管，他肯定会被人抢走的。我得给他加深一下印象。可是都已经好了呀。 哦，不红。哦，哎呀，赵医生，我真的是豁出去了，我。张医生啊，我是小曲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临时有公务，必须得拖着这条病腿出差，不能去医院了。也没来得及跟您说一声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的错。你等我这次出差回来，一定好好的弥补谢罪，好吗？拜拜。安迪，你会不会烧菜啊？完全不会。啊，不会就好，不会就好。
饺子好了，你先吃，我去开瓶酒。Wonder who's kissing her now. I wonder who's teaching her how. I wonder who's looking. 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一紧张就爱喝水、吃东西。突然到你家来，更是如此。我不客气，我已经数过了，每个人15只，我已经吃完了我的15只。这种地方都算得这么精确啊！看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葩。所以呢？所以结论就是，我认的就是这种绝无仅有的奇葩。古人说秀色可餐，看来今天的饺子的确美味啊。这房子怎么样？风景很好。我喜欢能够看到灯火的房间，不会太喧嚣，也不会太寂寞。从这看出去，真的能看到半个上海的灯火，很奢侈。前2年这个时候，我差点失去这个房子。那时候金融危机，我账面上的损失每天6位数，跌得我差点从这阳台上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那个时候房子什么全都抵押了，好不容易等来了国家放出4万亿，贷款才有松动。你看，这些白头发就是那个时候长出来的。那个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啊，就天天混 BBS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你的，我很早就开始留意你了。我记得有一回你导版主，一篇篇檄文发出来，那真是酣畅淋漓呀，特别合我的胃口。而且你就能在头1天不懂的知识，第2天上来就懂了，而且懂得头头是道，能自圆其说。熬夜做功课的吧？是啊，你真的早就留意到我了。我还以为是我先留意你的呢。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怎么说话，但是说一句是一句，让人印象很深。彼此吧。要不是那个时候生意搞得我心烦意乱的，我肯定上阵助你。再加上那个时候我跟女朋友分手。分手？
为什么？她是个挺好的姑娘，心气儿高，又有自己的事业。我那个时候事业失败，连同我整个人都……他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，也不能这么说。本来都谈婚论嫁了，可是，一夕之间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而且还有可能要背上巨额债务。说起来，也是我拖累他了。不说他了，说回我们吧。我一直以为你是男的。听说你回国又在上海，所以就特别想认识你，想成为好兄弟。直到你扭扭捏捏不肯接我的电话，我才意识到，哎，你有可能是女的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一见钟情，你呢？第一次见面，差点打退堂鼓，因为你这个人表面亲切风趣，实则戒心很重，而且长相一般。要不是那一次我欠你一顿饭，加上之前对你的印象极佳，第二次见面应该不会有。小蚯蚓，别又在那儿喝咖啡啊！当心又像昨天似的把自己喝醉了。樊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现在正在纠结要不要喝咖啡呢。我是谁呀？我是你樊姐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还能瞒得了我吗？可是，如果我现在不喝咖啡，我怎么学习呀？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无聊，无所事事的感觉。你猪上身啊你！啊，不喝咖啡就不能学习啦？你可以先学学怎么研磨，怎么冲泡，然后每种咖啡喝起来有什么讲究。到网上去查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搜狗那么一搜，不就搜着了吗？搜完以后你就知道了，知道吗？别在那儿喝咖啡了，悠着点啊。对了，樊姐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谢谢樊姐，我现在我就上网赶紧去学习那些视频里的东西。我怎么没想到上网学？你刚才说，如果不是欠我一顿饭，很可能不再见我。我觉得不，你比你以为的更早对我有好感，应该是在做网友的时候，否则你不可能容忍我对你一再试探，甚至告诉我福利院还有你弟弟的事情。是吗？是。你太迟钝了，所以没有觉察出来。上次在体验馆的时候，你特别惊恐地把我推开，我怀疑自己会错了意。我以为你不如想象的那么喜欢我，其实你是在抑制你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紧张了，你害怕直面我的情感。别怕，我不是心血来潮把你骗到家里来抛弃你的。这些天，我逃到国外去，细细地梳理了一下我们交往的全过程。
问你，你的身世除了我和老谭知道之外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你的那些好邻居知道吗？只有你和老谭。这就是了。你早就喜欢我，才会对我如此信任，否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把弟弟的事情跟我分享。这不是信任是什么？我很开心。为我们以多巴胺而非荷尔蒙为起点的罕见纯洁感情干杯！起点的话像是一道闪电，劈开了连安迪都不明白的内心深处，让他震惊，更让他慌乱不已。真的是这个原因吗？是因为安迪信任起点，对他有好感，所以才将一切和盘托出？还是起点错了？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安迪的一时冲动，不代表任何意义。干杯！太罕见，会不会就是一种病态？怎么会是病态呢？且不说网恋很普通，就拿我来说吧，之前以为你是男性，虽然还没有见面，但是就已经惺惺相惜了，认定要做好兄弟。那假如我之前要早知道你是女性，那结果肯定是另外一番样子。我不认为这就是病态。真的。真的，安迪，你太聪明，有异于常人的智商，注定让你跟普通人不一样。但假如要是连这个都自认为是病态的话，那得需要多坚强才能活下去啊！干杯，傻瓜。咖啡豆的研磨方法根据其大小，可略分为粗研磨、中研磨和细研磨3种，依咖啡器具不同而使用合适的方法研磨。咖啡豆磨成粉状后，其表面体积增加而吸收湿气，容易产生氧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咖啡粉起裂化作用，使风味受损。因此，咖啡豆研磨的秘诀与咖啡的研磨和作业要保持一致。从我读书开始，所有的人都提醒我，我很特殊。可身为孤儿的我，特殊不是什么好事。小朋友容易对特殊表现出一种无约束的残忍，用拳头和谩骂提醒我是谁。后来长大了，我也真的不能习惯热闹的场合，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亲密无间的嬉戏往来。我会远远地躲开那些普通人，把我自己的特殊当成一种病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老谭他还在美国，有一天他去看我，他看到我在院子里跟一只捧着花生米准备埋到地底下的松鼠对峙。其实我就是这么看着他，就这样一直看着他。后来可能那个松鼠都觉得我很无聊，干脆把花生米吃了，恨恨而去。后来老谭他很担心我，他一定逼我要住到downtown apartment， 可是他不知道那里进进出出根本就没有什么人，
连松鼠都没了。所以，你回国之后，就索性混迹于烟火之中。哦，不，那是一个意外。我本来是想要换房子的，可后来我发现我的那些邻居们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，而且他们很有意思。今天的事情，说明你和邻居们相处得很好，同时也说明你虽然特殊，但并不古怪，大家都能接受你。今天的事情我真的很感动。其实说实话，对于我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奔波。我原本以为他们不一定会接受我，可能会觉得我跟他们相处会别有用心。可是我今天发现他们真的把我当好朋友，我很爱他们。你看，你连他们都可以接受，那跟我在一起就更不用担心什么了。这不一样。这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是我不能够对你做不负责任的事情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弟弟生死不知，下落不明。可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他，我会即刻带他回美国。万一我更加会第一时间离开这里。所以我离开了，我的那些邻居们，他们也都是惋惜几天。可如果是你，珊妮，好了，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你还不承认你喜欢我？你看，在你心里，我跟你那些邻居是有区别的。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，也处处在为我考虑，甚至已经担心你走了之后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。这不是爱情是什么？别瞎说。不瞎说。我知道你的问题，我来告诉你答案。我是成年人，我承担得起任何后果，我也不害怕负担责任。相信我。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亲密接触，我甚至很讨厌在我做事的时候有别人在我身边。从小他们就说我很古怪，说我很冷漠，很讨厌。我不认为我有能力，或者我有可能会去爱上别人。相信科学吗？当然。那就不解释。我现在要拥吻你。正常情况下，假如你爱我的话，你会心跳加速、四肢酸软、浑身发热、脑袋发晕。假如你不爱我，你会觉得我很猥琐。我没想好。天哪！难道科学女青年都要为自己的情感找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，才能进入下一步吗 ？Jesus Christ！ 如果你要后悔了，
可以不招惹我。不，我喜欢被你折磨。不开玩笑，我是真的没想好。答案也许不如你意。没关系，我原本以为自己毫无机会了，直到老谭给我打电话，我才知道，我在你的心里并非是毫无意义的。我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原来是他。对，他把我从头到脚的骂了一遍，而且让我立刻滚回来解决这件事情。我从来没有挨一个人骂的挨得这么开心，这么心甘情愿。安迪，我是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回来的，同事还在那边等我，我明天就得回去。这些天，你可以好好想一想，等我从国外回来，我希望能听到你的答案。